关于这一点，我打算找2个老熟人帮忙。孟启山，你居然还敢跟踪我！哼，你有病吧？谁会跟踪你？我只是路过这里。哦，那你是跟踪夏哥？说，你有什么目的？麻烦了，我们快下去。甜心，孟启山不是在跟踪，他也是我叫来的。他，夏哥，你叫他来干嘛？别说的像是我愿意过来一样。喂，之前被你抓的事，你不让我告诉俄狄浦斯，我可是全照做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反悔了。啊？有件事想麻烦你们。我需要你们联手做一场戏，就像之前甜心直播魏明中学废校奇谈引出我们来一样。然后孟启山，你去和俄狄浦斯联络，告诉他你找到了我，并且你怀疑我就是斯芬克斯。但这样，夏哥你不就暴露了？之后，俄狄浦斯应该会让你想办法跟踪我，监视我的行动。你就告诉他，我最近在调查恒达金融，似乎认为俄狄浦斯和恒达金融有关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夏眼侦探，你这是在请我帮忙吧？给我多少钱？我可以参照警方给线人的费用给你。切，你打发乞丐呢？另外，我已经和斯芬克斯取得了联系，我可以说服他，再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哈哈，你就不怕我反手再把你给卖了，从俄狄浦斯那里拿一笔钱，然后离开魏明市？哼，根据我之前对你的调查和接触，还有后来从斯芬克斯那里取得的资料，我认为你是个很识时务的人，所以这次你也会做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。甜心，你呢？当然没问题，夏哥你和斯芬克斯的忙，我说什么也要帮。而且这样，夏哥你就能抓到俄狄浦斯了。不，我会失败，但是有人能成功。没想到啊，我斯芬克斯的第一次失败会在这里。我并不是介意不办神话，把那些家伙绳之以法当然是最重要。只不过，警察不让我来设计剧本，我明明可以把这场戏设计得更英雄帅气，堪比詹姆斯·邦德。好了，能抓住犯罪分子就是最帅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开始行动吧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
那家伙应该马上就会过来抓我们的现行。你别害怕，我只需要让他给宋恒打个电话确认情况，最多5分钟，我就可以反制他了。哎，前几天还说让你看看我的英姿，结果先让你看到的是我失败的样子。要是我也能像斯芬克斯，还有夏哥你这么厉害就好了。我啊，从小也有个当英雄和侠客的梦想，想要在有危难的时候帅气的出场，打倒坏人。不过后来我慢慢发现，英雄并不总是帅气风光的，很多时候非常狼狈。但不管有多狼狈，也一定要保护好想要保护的人。也许你觉得现在的自己很难看，但是为了保护他人拼尽全力的样子，我觉得非常帅。我不是故意打扰啊，只不过因为我不在现场，你们可能忘了这里其实是有3个人。那家伙来了，夏眼侦探，忍住了，别暴露实力。好了，通知老板吧。你打，我来和这个小丫头玩玩。别碰她。你说什么？正事要紧，你的那些臭爱好等之后去其他地方自己解决。好了，没事了。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把拘束带打开。现在手腕用力分向身体两侧。我们就在这里等李警官的消息吧。好啊，有你帮忙之后，我都已经不习惯自己处理了。李警官他们成功了。不对，电梯间的监控录像恐怕是被伪造过，提前录制了没有问题的录像，来替代事发时的录像。斯芬克斯正在查，地下停车场那边的监控也有问题。跟紧我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你们怎么？闲话少说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中计了。这个会馆看似普通，但是各种安保措施很多。宋恒还在这里养了不少打手。他
他把证据藏在这里，就是拿来作饵。只要有人来伸手，他就会将来者无声无息地干掉。我暴露了，缠斗中和小队的其他成员被打散了。不过，我们还是拿到了证据。宋恒洗钱的证据，他的客户名单，还有他控制的黑产名目都在这里。你们之前不是说想帮忙吗？拜托了，把他送到警局。这里交给我们，你们两个快走。我留下来。我是警察，你只是一个普通……我说过，见义勇为不需要理由，而且，你之前也说了，高手在民间。你带上证据先走。